而日本現在最慌的，恰恰是他發現自己可能沒及格。壞了，遼寧艦明明來了，怎麼看不見？凌晨3點，日本自衛隊的值班室裡，雷達在轉， P1 反潛機在飛，海自艦艇在海上來回巡邏。結果呢，遼寧艦沒了，不是打不過，不是沒攔住，而是連個影子都看不見。壞了，這下真成了鬼故事。你要知道，這可不是一條小漁船，也不是經營核潛艇，這是一艘6萬多噸的鋼鐵巨獸，放在海上跟一座會移動的小島差不多。結果呢，日本海軍自衛隊在自家門口愣是找不着它。這意味着啥？意味着中國海軍可能已經開始掌握一種過去只有美軍才玩得轉的東西——戰場存在感消失術。更恐怖的是，就在遼寧艦隱身之後，另一件更詭異的事情也開始浮出水面。中國那艘傳說中的6萬噸超級補給艦正在瘋狂施工，很多人一臉懵逼啊！補給艦而已，至於造這麼大嗎？要知道，日本2萬多噸的出雲級艦都能改航母，你這6萬噸級想幹嘛？如果你真這麼想，那只能說明你還停留在看艦艇的階段，而中國現在已經開始下棋了。本期視頻我們就來聊一個普通人根本看不到的恐怖邏輯：為什麼遼寧艦突然開始隱身？為什麼中國突然開始痴迷超級補給艦？為什麼央視突然暗示殲35上艦？又為什麼說真正讓日本冒冷汗的可能不是航母，而是後面那個送快遞的？因為中國海軍可能正在從艦隊時代進入體系幽靈時代。真正可怕的從來不是你看見的刀，而是你根本不知道刀在哪。我是白方大招，歡迎来到老武术。很多人現在還沒意識到，遼寧艦這次消失意義可能比演習本身還大。為什麼？因為現代戰爭有個最殘酷的真相：發現即死亡，誰先暴露誰先挨打。尤其是航母，它雖然火力猛，但也是全世界最貴的高價值目標。所以现代航母真正比拼的第一能力不是火力，而是隱蔽機動能力。結果現在日本突然發現，過去的遼寧艦是個什麼風格？大開大合，你來監視，我也知道你在監視，大家互相打卡，互相問候。可這一次不同，這一次遼寧艦編隊直接玩失蹤。日本 P1 反潛機在找， P3C 在找，海自艦艇也在找，結果只找到什麼洛河艦、呼倫湖艦，航母本體呢沒了。你品，你細品，最詭異的是啥？偏偏補給艦暴露，而真正核心的航母卻藏起來。這說明個啥？說明整個編隊很可能已經開始具備誘餌跟主力分離的能力。簡單說我故意讓你看到補給艦跟護衛艦，但真正的核心戰力早就繞進另一條水道。這招像什麼？像不像古代兵法裡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孫子兵法有句話：行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什麼意思？讓敵人暴露，自己隱藏。敵人到處分兵搜索，而你呢，始終保持完整的戰力。這就是現代海戰最恐怖的東西——信息壓制。以前大家總以為航母越大越容易發現，錯了。現代戰爭裡能不能看見，早就不取決於肉眼，而取決於電子戰、無線電管理、航跡控制、衛星盲區利用、氣象窗口選擇、編隊欺騙。簡單說現在海軍已經越來越像海上黑客，尤其中國這幾年最被低估的，其實不是導彈，而是電子戰。很多人不知道，解放軍最恐怖的進化不是火力更強，而是讓敵人越來越看不懂。這才是真正讓日本害怕的。因為日本海自過去最大的心理優勢是什么？我看得見你。日本整個西南方向部署了密密麻麻的雷達站、監聽系統、反潛巡邏機，本質上就是個超級監控網。可現在呢，遼寧艦居然在他眼皮底下消失了。這就好比家門口裝了200個攝像頭，結果小偷進你家泡了杯茶，你都沒發現。這事兒擱誰不頭皮發麻？而更有意思的是，就在遼寧艦隱身的同時，中國突然冒出一艘6萬噸級的超級補給艦。很多人第一反應，補給艦有什麼好吹的？這又叫看山只是山。真正懂海權的人看到這艘船，第一反應不是後勤，而是中國海軍準備長期待在遠海。注意真正的大國海軍拼到最後拼的從來不是誰炮大，而是誰能在離家上萬公里的地方持續不回家。而這件事恰恰是補給艦決定。你以為航母最重要？錯了，航母是拳頭，補給艦才是肺。沒有補給艦，航母打一陣就得喘；有了超級補給艦，航母才能真正做到全球持續作戰。為什麼中國突然開始造6萬噸級補給艦？因為福建艦來了，未來004可能也來了，殲35上艦也快了。
這意味着啥？意味着中國航母編隊的油耗、彈藥消耗、艦載機維護量會呈指數級暴漲。尤其歼35這玩意兒一旦上艦，整個戰場邏輯都變了。為什麼？因為隱身艦載機最可怕的不是它自己，而是它讓整個航母編隊都變隱身。你想想，以前遼寧艦帶殲15，殲15很猛，但它不是隱身機，它更像重拳手。而歼35是什麼？刺客。一旦上艦，日本 F-15 勾面對的就不是誰機動更強，而是我到底能不能先看得見你。现代空戰講究先敵發現、先敵開火、先敵摧毀，而隱身機最大的意義就是打破發現鏈。很多人以為日本也有 F-35，不怕，但問題在於日本空自的隱身機規模、預警體系、聯合作戰能力遠沒有達到美軍的水平。更關鍵的是日本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海空體系對抗經驗。可中國現在正在瘋狂練什麼？航母體系化協同。注意這個詞兒體系。很多人到今天還停留在單機性能比較上。實際上，現代戰爭早就不看單機了，而是看誰的信息流更完整。所以為什麼中國現在瘋狂造補給艦？因為未來戰爭不是打1個小時，而是連續高強度運轉幾個月。你以為補給艦只是送油？錯，未來它送的是無人機、導彈、精確制導炸彈、電子戰設備、備件、數據節點，甚至可能是無人作戰平台母艦。為什麼中國這一艘補給艦做得這麼大？因為它很可能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補給艦，而是海上綜合保障平台。你看它的尺寸，70米艦長，36米艦寬，這已經不是普通補給艦的思路。很多國家拿這尺寸都開始琢磨輕型航母，可中國為什麼還堅持做補給艦？因為中國現在走的是體系壓制路線。美國喜歡超級英雄，中國喜歡團隊下副本。美國總想着一艘船解決所有問題，而中國則是我讓整個體系互相加成。這就像圍棋美國喜歡屠龍，中國喜歡做事。單看一顆子兒，你覺得沒啥，可等你反應過來，整個棋盤已經被圍死了。而這艘6萬噸補給艦就是那個最容易被忽略卻最致命的事，因為它意味着中國航母編隊終於開始擺脫岸基依賴，這才是真正的質變。為什麼美國海軍最恐怖？因為它能在全世界任何地方持續待着。而中國以前最大短板是什麼？遠洋後勤。結果現在呢？中國開始瘋狂補課，而且補的不是小修小補，是一口氣直接拉滿。更恐怖的是，中國工業速度太快。美國現在造船像老頭織毛衣，中國造船呢像開工業外掛。你會發現，現在西方真正焦慮的已經不是中國某一艘艦，而是中國開始形成完整海權生態，航母、驅逐艦、補給艦、電子戰、無人體系、隱身艦載機，全都開始串起來，這才是真正讓人頭皮發麻的地兒。而日本現在最難受的是啥？他突然發現，以前那個只能在近海活動的中國海軍開始進化，而且進化的方向還是最麻煩的那種，看不見、追不上、耗不過，這才是真正的大麻煩。因為日本是島國，島國最怕什麼？最怕海上交通被封鎖。而現代戰爭最核心的其實不是登陸，而是封鎖。你別看現在大家天天討論導彈，真到了高強度对抗，最先崩的往往不是前線，而是經濟。日本為什麼害怕？因為它能源嚴重依賴進口，糧食也依賴进口。一旦海上運輸出現問題，工業就停擺。所以日本最怕的從來不是一場大決戰，而是長期的海上壓制。而中國現在造的這一整套東西恰恰就是在強化長期持續存在的能力。這時候你再回頭看遼寧艦隱身，你就會發現，這已經不是簡單的演習，而是在測試未來體系戰。測試什麼？測試在電子戰環境下，航母編隊如何隱蔽機動，測試補給艦如何跟隨，測試隱身艦載機如何突然前出，測試日本監視網到底有多少漏洞。說白了，這是一次摸底考試。而日本現在最慌的，恰恰是他發現自己可能沒及格。所以很多人問，中國為什麼突然這麼重視補給艦？答案很簡單，因為真正的大國海軍從來不是靠某一艘神艦，而是靠一整套能長期運轉的海洋體系。六韜有句話，軍無糧食則亡。現代話說就是沒後勤，再強的艦隊也是海上流浪漢。而現在中國終於補齊了最後一塊拼圖，從遼寧艦隱身到殲35可能上艦，再到6萬噸級超級補給艦，你會發現中國海軍已經不再滿足於能出第一島鏈，而是在準備長期改寫西太平洋的遊戲規則。以前的西太規則是誰定的？美國。以後呢？所以各位
當你在衛星圖上再也找不到中國航母的坐標時，別驚訝，這從來不是簡單的失蹤，而是中國海軍在以某一種近乎傲慢的平靜，向世界宣告，這片大洋正從他人的領地變成我們的靜默領海。我們不再需要通過炫耀武力來尋求安全，因為體系的利刃已經出鞘。而這艘6萬級的超級補給艦，就是那把磨礪在暗處的無聲之劍。歷史的棋局一旦落子，結局便已寫定。我是不愛放大招，点讚關注，下期再見。